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来到了四川安岳。这个地方被称之为是中国石刻之都，有着非常精美的石刻，特别是古代保留下的那些塑像、石雕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两处比较精美的，也是比较小众的。我们要看的这两个地方，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特别有一处的那个石窟啊，差不多是唐朝建立的，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四川的农村呢，下了好久的雨，终于天晴了，春天来了，春耕也开始了。这土地都经过翻整，大家猜一下，这里会种植什么？我估计啊，应该也是玉米这一些吧。这一座寺庙也是在山脚下面，算是在道路的尽头。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整体面积不大，但是里面的东西啊，确实非常精美，也是与众不同。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堆积了很多石头，等于呢是以前修了一个平台，然后搭建的。这些石头都是有一定的年代感了，都是在这个山崖上面的。这里面呢也有那个造像，非常精美的，去看看。里面这个就是千手观音了，这是全国第2多手的千手观音，最多的是在大足石刻，离这里也不是很远。这个观音是不是非常精美啊？一般我们说千手观音啊，并不说是有1000只手，而是代表着这一个观音有很多手。那有一些可能是10只、20只，都能称之为千手观音。这个观音是有500只手，全国第2多的。这个千手观音是明代的作品，它每只手掌掌心有1眼，手中呢都有法器，种类呢超100样。其中的中央2只手呢是合掌印，腹前4手呢做禅定印，其余的手臂啊呈放射镜对称分布，如孔雀开屏的铺满整个龛，气势磅礴，头戴宝冠，面容呢圆润，璎珞垂身，衣纹呢流畅。他这些手臂密集呢，但不杂乱，每只手的姿态与法器都刻画了精细，体现了极高的写实与装饰能力。那些法器呢，有日、月、剑、瓶、莲花、宝镜等等。千手呢，象征大慈悲，辩护众生；千眼呢，代表着圆满智慧，遍观世间。这就是千手观音，是明代四川中部民间信仰与石刻工艺结合的巅峰之作。来这边看一下，核心的地方都在这一块，这都是经过开垦的。这里有很多功德碑，就是修建这个寺庙以及这些道路的名字啊。一般寺庙啊重修的话，基本上都是附近的村民或者一些人就是捐钱建造的，基本都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大部分寺庙都能看到功德碑。功德碑有2个因素啊，一个是谁何之建造的，另外呢就是大概什么时候重修的。这也是让这个寺庙的历史更好的让人知道。这完全是在深山里面呢。等于上面还有一层，刚才是下面的岩壁，这里呢到了上面的岩壁。这个地方是非常隐蔽啊。最具有代表性的佛像在这一块，这里面佛像比较多，主要呢就是这2尊大的。我也是在网上看到这2幅佛像造像，我才决定来这里的，因为确实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所区别。它这里呢也叫千佛洞，因为这2尊主佛后面呢还有很多小佛。现在呢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佛像，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汉传佛像或者是中原的佛像是不是有所区别啊？它这个带点异域风情的色彩，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按照考证大概是宋代时期的，应该是南宋时期的造像。
一般认为这个是阿弥陀佛接引佛，也有观点认为呢是释迦牟尼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象征接引众生往生净土，高度呢大概是3米。佛像呢是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面，体量庄重，面相圆润饱满，双目呢微睁，嘴角带笑，神态安详呆萌，也有点是卡通形象，是民间造像世俗化的典型体现。伸张开胸式通肩袈裟，这个衣纹呢简洁流畅，双手呢结禅定印，怀中呢还雕有小型造像，可能是后期补述的送子形象，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他头顶呢是罗发露髻，额头与宝冠呢上面便是小坐佛，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就是两边呢有很多小的佛像。另外呢，他的耳朵旁边呢也有一个小型立佛，整体呢呈现出浓郁的藏传或者是西域风格，与当时中原宋代造像差异明显，因此呢这个被称之为是阿富汗风格佛。这就有点奇怪了，在当时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藏传佛像呢？这个到现在也没考证出来是什么原因。反正呢这个在中原或者是南方，这尊佛像呢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另外一个佛像，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高度大概是 2.33 米，色彩呢虽然有风发，但仍然看出当年呢是蓝红黄等彩绘的痕迹啊。那这个佛像呢可以看到一手托腮，一手呢垂膝，面容沉静，高鼻深目，和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它也是带点异域风情的。说的是释迦牟尼成佛前在雪山苦行的经典形象，等于呢这个是佛祖苦修的场景。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塑像它是有胡子的，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也是有点不一样。目前我看过带有胡子的佛像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这里，另外一处呢是在甘肃天水的大象山。早期的释迦牟尼苦修像多为泥塑、铜塑等小型造像，如敦煌的还有炳灵寺的那些塑像，而安岳这个释迦牟尼的苦修像在国内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大型十字苦修造像的空白，可能也是释迦牟尼苦修最大的一座。等于这个造像佛像是西域风格和四川本土石刻的粗犷风格结合起来了，也可以说是佛教造像从西域传入后在川中地区本土化的重要实物证据。反正考证它这个佛像大概是元朝或者明朝的，具体的年代是不详。在这个墙壁上面是一个小佛像，这些呢被称之为千佛牙，因为可能数量太多了。这2个我们就看完了，确实是非常精美啊，比较少见，可以说是四川石刻艺术的巅峰代表。往这边走还有一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山崖下面建造的，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偏僻啊。四川称之为是石刻，安岳称之为石刻之都，就证明它这边有很多那种山呢。那这里确实也是如此，都是在这个山崖下开凿的。这边有一个也比较独特，叫做弯菩萨，宋代时期的造像。我们正常看到的菩萨或者佛啊，要不是坐着的，要不是站的，比较直嘛。而这里呢是有点弯，它应该是顺应崖壁弧度雕刻的，肩部呢自然弯曲，因此得名啊弯菩萨。这个应该是接引佛或者是阿弥陀佛，神态呢是比较安详，历史也比较久了，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这一座小寺庙我们就看完了，人少清静，造像的风格质朴生动。这座寺庙具体的建造年代不知道，不过呢看里面的造像啊，在南宋就已经有了，那起码的话有800年以上，甚至可能更早。现在我们是来到了
第二个地方也是在大山里面，就在前方一点点。这个地方的石像啊也是非常精美，它里面呢有十殿阎王，还有18层地狱。之前18层地狱我们在山西看到很多，而这里的话就有点与众不同了。我们来的这2个地方都是根据崖壁开凿的洞窟。这里呢是照着三仙洞，和我们在山西看的那个三教寺类似啊，就里面有佛道炉三者的。那这个三仙洞呢，建造历史可能也是有一段时间，不过它发现比较晚，被人们熟知可能是2014年之前呢，可能只有本地人知道。那到了2014年才慢慢的被人熟知，可能才被大家发现。这一块啊是分为上下2层的，这第一层非常有看点了，一眼望去大家感觉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啊，但是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些就知道了。这就是地狱里面的场景，而上面呢是我们常说的阎王。我们之前也说了，阎王在地府里面呢只是中层管理，而且呢并不是一个阎王，而是有10殿阎王。我们俗称影视剧了解的阎王呢，那是第5殿阎王，它直接是叫阎王。而其他的像广平王、秦广王这一些，那这一块啊就分布的是10殿阎王，上面呢是阎王，下面呢就对应的是那些地狱里面的场景，它这里啊全部是用石刻雕出来的，这就是非常精美了。大家看看，雕工非常细致啊，特别是这一块，大家看到就比较熟悉了，石磨，那上面呢鬼魂在那里。这上面呢是10殿阎罗端坐龛中，两侧呢是有判官、鬼卒，象征冥界法庭。下面呢就是对应的各殿地狱酷刑场景，以夸大造型展现生前恶行的惩戒。那这一块呢，从左到右依次为亡魂接受10殿审判的完整过程，最终呢是导向轮回。第一个是秦广王，头戴高冠，神态威严，正主持地府审判。这个是明代的工艺啊。这里有点特别，就是左右有2个侍者，左侧呢是手持长卷文铺的明吏，负责记录亡魂生前善恶，是地府善恶档案的执行者。右边呢是威严的差役，象征判决执行与押解职能，与左侧文吏共同构成记录执行的地府行政体系。那等于呢，第一关就是确定你生前有没有做善事，然后区分。左边区分好了，右边呢，他就决定你去哪个地狱执行。如果是做善事的话，可能就直接去投胎了；而做了恶事，就来到下面18层地狱进行那个处罚。下面左侧可以看到一个轮子，就称为业轮，也叫做轮回轮，是佛教6道轮回的象征，代表亡魂随业力流转于不同道途，也可以解读为地狱刑具如碾轮，直观呢展示警示作恶者将受轮回之苦。那右边呢就是鬼怪狱卒，这里呢还没有正式对那些鬼魂进行处罚，而是开始吧。你像中间这些拿了刑具，展现呢要进行处罚的场景。那特别是中间还可以看到有一尊极小的造像，可能是引路菩萨或者是善魂，与下方惩戒成鲜明对比。这里呢强化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整个18层地狱啊，就是展示人们要多做善事。你如果做了善事，那投胎呢可能就会好一点；如果做了恶事，那就要在地狱受轮回之苦。第二个呢是楚江王，它也是有左右侍从的，基本是差不多。我们主要看下面，它这里呢主要是展示的碾压捆绑的罪人形象，特别中间那个人呢，肢体扭曲，表情痛苦，直观了还原刀山地狱、碾磨地狱等酷刑场景。那在两侧狱卒下面还压倒着更小的罪人形象，强化了作恶者
无寸遁形的惩戒效果。那这些场景主要是对应不孝、杀生、欺诈、偷盗等儒家与佛教共同谴责的恶行，使民间恶有恶报观念的视觉化表达。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上面呢也是一位阎王，主要是后面呢有那个黄色的大蜈蚣，或者是叫做百种毒虫，象征着毒虫地狱，对应生前造下口业、杀生、欺诈等恶行将受到惩罚。那这个下面呢，大家应该都认得出来了，有一个石磨，这也是这一块的标志性刑具，象征呢堆磨地狱，是对应生前杀生、偷盗、不孝等行为，将罪人呢在这个10年里面呢碾压，是明代民间对粉身碎骨惩戒的具体化表达。反正这些地狱场景针对的就是生前做了什么恶事，死后呢来到地狱接受惩罚。另外一点呢，18层地狱并不是18层，而是一个平面。我们这里呢看的也比较清晰，就是每一种事情、每一种惩罚对应的是一个地狱。那地狱全部处理完了，就我们说的去轮回了。18层地狱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它主要是强化呢要做善事，不要做坏事。做坏事，你就算做再小的坏事，到了地府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它的惩罚呢，也是根据你做的事情对应来去处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关于这个10殿阎王和地狱，我们简单看几个，因为之前也看过，我就不全部介绍了。看完了10殿阎王，我们去2楼看一下。这里呢是空无一人，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也是空无一人。哇，这上面感觉比下面还大。这是看到的第一个造像，非常精美啊，大概是明朝万历时期建造的，是安岳地区少见的明代道家摩崖造像。他这个人物呢是3卿之一，具体的话就是太上老君，也可以称之是灵宝天尊。他手上呢是持如意，也是灵宝天尊，也就是太上老君的标志性法器，象征着道法自然、如意自在。在道教系统当中，太上老君呢常以持如意的形象出现，代表了道生万物的太极阶段。它是造像坐于莲花座上面，身后呢有佛教风格的火焰纹背光，这就是佛道合流的典型表现嘛。因为这里说是3仙洞，就是佛道儒都有。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呢，是它的坐骑，这是一只狮子，而狮子旁边呢还有很多小狮，左右两边呢各4只，等于是8只。我们经常看到的狮子是佛教文殊菩萨的典型坐骑，而这里呢又变成了太上老君的坐骑，这就是这一块儒释道3教合一的直接物证。这旁边也有一个塑像，头部没有了。这上面以前都是有房屋的，搭建起来。其实以前很多东西啊，就很多佛像，它上面都是有建筑的。这上面还有些文字，《重修记》写的是明朝万历时期，大概就是公元1615年重修的，而实际创造者你看，始建于唐代，就唐朝就已经存在了这个寺庙，也有1000多年了。这边还有一个洞窟，哇，这过来就非常震撼了。这些主像，大家看到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这里可以说是各路神仙齐聚一堂。正面上面坐的应该是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孔子、观音和大势至菩萨，也就是佛道儒3家的。在左右两边呢，还有道教的4大元帅，还有佛教的18罗汉。在这个地方感觉啊，就像是神仙在开会一样，齐聚一堂，在商量事情一样，真的是有点让人大开眼界啊！
而且这些佛像啊也好，其他道教的也好，都是非常精美。这是另外一个方向，里面呢也有很多造像，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佛教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应该年代没有刚才那么久远，可能以前的是破坏了，这些看得出来呀，这些都是明显的看得出来，没有刚才看的那些精美。关于三仙洞这些洞窟追溯到什么时候年代建造的，具体不知道，只是说唐代可能就有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呢，大概是明代一名高僧在这里呢建造出来的，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些道教人物以及地狱石阎王都是明代的，因为整个这个三仙洞是在明朝经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在它之前的可能很多都损坏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呀，那么我猜想啊，在当时这个三仙洞地位还是很高的。我们之前在山西说有很多寺庙，村村有寺庙，也有很多那个精美的佛像、雕刻等等。而在四川安岳这个地方啊，同样是有很多，它被称之为石刻之都，就证明啊，在山里面呢也有很多寺庙，很多小寺庙。我们今天看的只是其中的2座，其他的很多寺庙啊，它的佛像或者雕刻比这些可能都更精美，只是说我觉得这2座比较有代表性，我就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安岳这个地方看一看这些精美的造像、精美的石刻、精美的雕刻。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